今天没有长气的开头，也没有拐弯抹角的内容。我会说这个案子的原因是我在叶利群案件中看到一位观众的留言，他问我可不可以讲一下2005年发生在马来西亚 The Curve Shopping Mall 的一起案件，受害者叫做高丽芳。然而留言里的一句话狠狠地刺痛了我的心。高丽芳的父亲说身为一个女孩子，她不应该如此美丽。看到这句话，我就在想，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，才会让他说出这么绝望的话呢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。这起案件并没有太多的高潮迭起，但是小南更希望通过这起案件为大家带来一点点的审视和反省。现在就让我们把时间推回到2005年的2月17日，这一天正是农历新年的正月初9。由于福建人呢有拜天公这个习惯，所以对于他们来说，华人新年才刚要开始，因此以往的农历初9，你还是可以感受到浓浓的新年气氛。这时候的高丽芳因为刚大学毕业不久，对未来可说是怀抱着许多憧憬，加上他还年轻，对创业这条路跃跃欲试，所以他就和自己同一个学校里的2名好朋友一起实现这个创业梦，准备大展拳脚。于是在2004年，他们合股在位于 Petaling Jaya 一间购物商场的 Curve 开了儿童服装店。那由于大家都在这个创业的初期阶段，所以他们都格外的努力。事发这一天呢，高丽芳像往常一样，在早上10点来到了自己的服装店，准备营业，开始一天的忙碌。她的心情很好，边整理店里的东西，边和男友通电话。男友虽然身在这个柔佛州可是每天都会和她通电话。可以说，爱情令原本就美丽的高丽芳更添活力和妩媚，而且她给人的感觉很不错。每有人经过她的店她都会笑脸迎人和没有摆架子，甚至还有报道说，其他商店的职员常会在上厕所经过她的店时偷偷望她。然而这一天开店后不久，一直到下午1点，都没有人发现店里发生巨大的变化。落枝芊芊的高丽芳在店内求助无门，香消玉损。事后于当天下午1点被人发现倒卧在店里的储藏室，而当时的她已经没有生命的气息。从表面的迹象来看呢，店门没有被撬开的痕迹，高丽芳的衣着还算整齐。唯一的疑点就是身上有像是被螺丝起子的利器所导致的7道伤口，而且受害者身上的财物，包括手表还有装有现金500令吉的手提袋都还在，因此警方经过初步判断，排除了劫杀的可能性。但奇怪的是，受害者向自己弟弟借来的手机却不见了。虽然购物商场内设有这个闭路电视，但在受害者所经营的服装店附近却只有2架闭路电视。不巧的是，其中1架还被店前的柱子挡住了画面，而另1架呢，只拍得到店的侧面，根本看不清楚店里的一举一动。因此事发当天的监视器只拍到了高丽芳在早上10点一个人在店门口准备营业的画面。还有疑似是华裔男子走进店里，但随即又匆忙走出来的可疑举动。然而警方问了附近店家的职员，他们都表示，在早上10点至下午1点这期间，并没有听到任何喊叫或者可疑的声响，同时也没有注意到有什么可疑的人物。虽然警方在后门的垃圾桶里有发现到一些女装的衣物，然而经过调查发现，对这起案件是没有什么帮助的。后来的检验报告证实，受害者是因为失血过多身亡，因为那7道伤口的位置多数集中在肺部和颈部，属于致命伤。因此警方推断凶手是使用一个30公分长的尖形螺丝起子，从受害者的右肩插入，直穿心脏，干案手法可以说是非常残暴。在案发后的第2天，也就是2月18号，受害者的男朋友也主动来到警局，表示协助调查此案。然而高丽芳的男朋友是不是凶手呢？
经过警方3天的排查后，这名男友因为有不在场证明，所以确定与此案无关而获释。随后2月23号，受害者的3名亲友也到警局协助调查，但依然对这起案件没有任何的进展。此案沉迷至今已经过去15年，警方的调查工作依然毫无头绪，凶徒的动机、如何干案和嫌犯是否是熟人都没有办法肯定。因为这起案件所收集到的线索实在是太少了，警方认为高丽芳很大可能是因为美貌而惹来杀身之祸。然而，对于警方的这个调查工作进展，受害者家属表示很不满意。此案最大的特点是大众都把凶手的动机归咎为看上受害者的美貌。就这样，美丽本身原是一个好的形容词，但是用在这起案件却变成了一个沉重的包袱，压在了受害者和他的家属身上。所以高丽芳的父亲在对爱女遇害后也伤感地说出：“女孩子不应该长得这么美。”这样的说辞啊，听了让人真的很难过，因为长得美丽却演变成了一个过错，甚至还会让自己身处危险当中。难道错的不是凶手吗？为什么总是要把矛头指向受害者呢？就好像叶利群案件里面，当时的舆论也有人指责她穿着性感而惹祸上身，还有王丽娟的案件也是如此。在那么多受害者为女性的案件中，你都可以看到这些共同点。我想社会大众是不是应该好好的审视这个问题？如果这样的风气继续如此的败坏下去，而凶手一直逍遥法外，家属却永远只能沉沦于悲伤中，这样的情景真的是让人非常心痛。我每次都在想，我们到底还可以做些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可以多做点什么，让这个世界更加美好呢？今天的影片到这里结束了哦，再次感谢你的收看和支持。小南的频道呢，终于突破5万的订阅数啦！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订阅小南频道的呢？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其实有什么故事想要我说的，也可以留言。不过有一些的资料真的太少了，所以没有办法做。那我会尽力的。然后也很谢谢我的一些男粉，就是每次一上新的影片就会看到他们啊，我几乎都把他们记住了。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的动力，各方面也是努力调整中啦。那还有许多影片也加了英文字幕，那只看中文字幕的观众朋友也可以点击这里关闭英文字幕哦。最后，小南现在每个星期都会更新3支影片啊，还没订阅的朋友记得订阅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，么么哒。